Hello，大家好，我是多虑。那今天这集呢，我们很开心，赶快来介绍我们姜饼人对战卡牌第9弹的最新资讯啊。第8弹才刚开始，我们就来介绍第9弹资讯了。好，因为韩国那边已经开始在释放一些消息了，目前剩下蓝色跟黄色的卡片跟体系还没有公布，其他的黑牛奶饼干已经都公布了。那效果看起来是蛮创新的，包含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绿色。也是有一些新的玩法跟新的机制哦。不过在台湾跟东南亚这边，我想应该会在2月中之后才会上市第9弹哦，因为在2月7号跟2月8号是冬季杯跟台湾杯的举办嘛。如果在这之前释放出第9弹的话，有可能这个卡池的环境会被影响到。那我想应该会在2月中之后，这个不确定啊，官方还没有公布资讯，我只是假设。好啦，那我们来赶快介绍第9弹的绿色资讯啦。那黑牛奶小丑在绿色这边有什么样的新功能呢？我看在姜饼人的 IP 里面，黑牛奶饼干好像蛮有人气的，所以我想在收集玩家上面应该会有蛮多人想要来去开这一次第9弹的卡片哦，不管是他要不要玩，都还蛮有收藏价值的。首先第一张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角黑牛奶饼干啦。3等无血，它是一张 extra， 而且有野兽标签的一张饼干卡。那这张黑牛奶饼干，它的一个特色是在于说，要到对手资源区有3张或以上牌才能够使用。像之前的幻彩面粉饼干，它没有设限，所以蛮多人会在一开始就直接登场幻彩面粉饼干来去做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制哦。那这个饼干这样子的条件设计，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因为 extra 卡片它能够去跨越很多的弹数，所以在之后呢，如果能够使用这卡片，又不想让它变得太强，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条件限制，必须要在对手3张资源区以上的场合，才能够去使用这张卡片，让它能够登场到战斗区。另外令人关注的是，它也是一个减费率或说控费率的这个体系下的一个组件。在登场时，必须要在自己的资源区有2张或以上的卡片被放到700区时才能够登场，所以可以想见，绿色在第9弹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资源区拔出2张或以上的牌的这个条件来去做设计的。那么黑牛奶饼干有个启动每回合1次的效果，自己的资源区有5张或以下的时候，从自己的牌库顶将1张牌直接以疲劳状态放到自己的资源区，就是快速的跳1费。也就能够弥补他先前拔出2张牌以上的这个落差啦。不过也能够看得到绿色在资源区5张牌以下这个效果，包含说之前的绿超跟现在这张黑牛奶饼干，它的条件效果设计的越来越窄了。绿色牌组必须在最多7费以下的这个范围当中来去做很多事情，也就蛮考验操作者的一个资源的调度跟资源的掌控了。好，那攻击是2个绿色能量打2点。然后从自己的资源区将1张牌移回手牌当中，选择最多一个对手，对他造成1点的伤害。这个回收资源的效果看起来还算不错，蛮弹性的，能够赶快把一些重要的一些陷阱卡或者是重要的道具卡、饼干卡，能够赶快回收到手上，顺便还去点对方1点，就跟之前现在这一弹出的桃花饼干的弹性是我觉得是有的。那对这张卡片的点评呢，我想要搭配着下一张卡片的介绍，才能够一起来去点评这张卡片的效果。接下来就是封建手饼干2等4血的3打3饼干，它的效果是每回合能够启动1次。在这个回合中，如果自己的资源区2张以上的牌放置到700区的时候呢，将你的资源区最多1张卡片改为直立的状态。攻击呢是3个绿能打3点，然后将自己的资源区有2张卡片放置到700区之后，对对手所有饼干分别造成1点的伤害。它这张卡片的效果设计呢，就是支援你接下来要把黑牛奶饼干登场的前置条件了，所以它是要来去跟黑牛奶饼干来去做搭配的。封建手的技能效果呢，也实际上它变成是一个2个绿能打3点，还能够各追1的一个饼干，强力的饼干打手。但就像减费率的一个限制哦，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费用能够赶快再跳回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当然你可以搭配黑牛奶饼干。它本身能够跳1的这个效果，也能够搭配场地卡再跳1，那有可能你的效果就能够打平。但这也说明了场地卡是真的蛮重要的一个存在哦。不管是9弹会出的，等下会介绍的这张场地卡，跟之前的这种跳费的场地卡呢，不管是哪一种，都要能够去赶快抽到，然后赶快能够去搭配这个体系来去做强大的压制。所以官方对于第9弹绿色的玩法战术指南有一个说明。
如果说第8弹是资源区跟手牌的控管，那第9弹呢就是资源区跟弃牌区的这个联动的发挥哦。黑牛奶的登场效果是要2张牌送到弃牌区就能够登场，而且一定要搭配到封建手的这个体系哦，才会比较完整，能够去发挥到他们2个强大的搭配跟实力。不过令人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HR 卡片它本身是一个 Level 3的饼干。在 Level 3饼干的绿色当中呢，其实有蛮多好用的，比方说第8弹这张幻彩面粉饼干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饼干的存在。基本上我自己认为幻彩面粉饼干的这个效果，尤其是它拔除的效果，完全绕过 flip 效果，让它能够在这个主流的体系当中还能够再撑好几弹。所以像是这张爱饮牛奶饼干跟幻彩面粉饼干的体系其实是有点不搭的，两个是向心有点不太合的。尤其是黑饮牛奶饼干，它本身一张 Level 3的绿色饼干哦，它在场上就是在场上了。那你要放一个 Level 3的位置在场上的话呢，你势必就要考虑到它的功效到底有没有能够让它在场上的价值能够最大化。这样子的相比之下，血量高又能够搭配果酱，还能够绕过 flip 效果的这个幻彩面粉饼干，我觉得它的效用应该会大过于黑牛奶饼干的这个效用啦。不过我这样说是体感的感觉啦，现在要下结论还是言之过早，毕竟还有很多的第9弹绿色卡片都还没有公布，详细它的联动能够做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强大发挥，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绿色这张封建手，它本身2等4血3打3的，又能够在全场追1的这个效果，它本身就是一张很好用的卡片。要不要去搭配黑牛奶饼干，能够放到构筑当中，可能也不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一个选项了。好的，那我们过来介绍，在围绕着黑牛奶饼干，还有什么样的卡片能够跟大家去做联动吧。2等5血的妖精王饼干，这张卡片呢，在之前3弹都没有机会能够发挥，在这一弹不知道它有没有能够放到构筑当中的一个机会呢？它的效果是每回合能够启动1次，将自己的资源区拔掉2张卡片之后，从自己的资源区将2张牌改为活跃的状态，也就是说，妖精王本身它的技能呢就能够去召唤黑牛奶饼干上场，而不用去用到封建手，算是一个封建手的一个替代选择吧。它的攻击是4打3，然后如果对手资源区有5张牌以上，选择最多一个对手造成1点的伤害。乍看之下，它的攻击费用是蛮重的，但是搭配它的技能效果，它其实是一张2打3。然后再加1点攻击的一个还蛮强力的效果，而且它是一张大屁股5点血量哦。第3张的绿色卡片是5点血量卡片，不过也由于它的攻击的成本比较重一些，你必须先有4费才能够让它去做到2打3的一个效果，所以基本上它的攻击就有点锁死在说它一定要先打才能够做到后续，比方说场地卡啊，或是黑牛奶饼干或者其他的一些道具卡效果的一个联动。他必须要先挥到第1拳，才能够减轻他的一个攻击的成本。而且如果你是资深的绿色玩家，看到这张牌一定会想到绿色的紫星鼠能够去搭配这张卡片的效果，而且它是每回合能够启动1次，所以你能够在它上场的时候，每回合能够不断的把费用补回来。现在这个妖精王有5血，不知道搭配紫星鼠有没有能够发挥到他们超长的搭配呢？就有期待咯。再来呢是1等3血2打1的风铃草饼干，它的技能也是每回合能够启动1次。在这个回合当中，如果2张卡以上从自己的资源区拔除的话，从牌库顶将最多1张牌以疲劳状态放置到自己的资源区，也是一个广安跳费回来的一个体系啊。但它攻击是2打1，是稍微少了一些，而且它的效果一定要搭配到封建手或者是妖精王的效果来去做联动。如果只有这张封建场在场的话呢，它本身的效用就没有到那么高了。再来是1等3血2打1的动物饼干，哇，我们动物饼干又回归了。启动，在这回当中，如果有2张牌从资源区被拔除的话，将这个牌放置到弃牌区，从牌库中抽2弃1。动物饼干这个抽率效果还算不错，但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定要搭配这个2张牌被拔除这个条件才能够去做联动。本身在场上呢是一张完全没有用的卡片。接下来呢，进到我们的 item 卡。守护真相的兔子，效果是一个绿色能量，将自己的资源区1张牌放置到弃牌区之后，从牌库中抽最多2张牌，是以能量为代价抽2张牌的一个快速补充手牌效果。而且它本身就能够去做到登场黑牛奶饼干的一半条件。以这样的思路来想，如果再出一张同样的道具卡，或像之前出的那个蛋白霜荆棘，就能够达成像是爱牛奶的登场条件了。
那这样的话来说的话，其实其他像是有些饼干的技能卡片，其实也能够去做到。所以分段的去完成黑牛奶的登场条件，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选项，也蛮值得去检查一下一弹到8弹之间有没有一些能够去搭配的一些卡片。像是我看到那个妖精王之剑，然后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去拔除支援区的牌，然后达成黑牛奶登场条件的一个道具卡。这也算是蛮意外的收获了，所以有蛮多的体系是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玩法。再来是陷阱卡，守护的灿烂之光，支付一个绿色能量，若这个卷区比对手卷区还要少，则这个回合对手的饼干攻击-1。要注意哦，它的效果不是指定一个饼干哦，它是对手的所有饼干在这回合都-1哦，是一个费用很轻，而且在这个减费率的体系都能够去放的一张陷阱卡。搭配刚刚抽牌的兔子，我觉得兔子刚刚没讲到的事情是，它其实这个抽牌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你甚至能够在 flip 的比例上面能够减少抽牌的比例了，补血的比例变多一些些，毕竟我抽牌可以靠兔子来抽。那陷阱卡呢，在达成条件之后呢，又能够全部-1，所以这个陷阱卡的好处就会让对手在下一张饼干攻击的时候，他就会想说，这个攻击好像的效益没有到那么好，他或许就会保留费用来去做一些陷阱或者是一些道具的使用，反而去打乱对手的节奏。还算一个我觉得可以去考虑投资的一张卡片。再来呢是场景卡，人偶剧场舞台，支付一个绿色能量，将这个场景卡放到场景区，然后效果是启动一个绿色能量，支援区的牌比对手还要少的话，而且在这个回合中，这个支援区有2张牌以上被放置到弃牌区，则从牌库顶最多1张牌以活跃状态放置到自己的支援区。效果写得很复杂，但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一个零费跳1的一个场景卡，但它的效果又比坏掉大时钟还要来得严苛一点，因为它要支援区在这回合中有2张牌被放置到弃牌区才能够跳1。好处是它是从牌库跳，它不会减少你的手牌，但我想在刚刚那个兔子的抽牌效果来说，好像手牌张数或许能够得到一个平衡，也不一定要靠这张场景卡来去跳费。反而是大时钟的这个重要性，我觉得又可以被提升起来，因为我们手牌张数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维持。那这个场景卡的效益，我觉得好像就没有比条件相对来说简单的这张大时钟还要来得好。但这都只是资料还不齐全的一个状况之下的一个假设啦。希望在第9弹绿色剩下还没公布卡片，还有一些能够搭配到这张场景卡，还能够做出不错效果的一个机制哦。那么就来看一下我们绿色的战术指南第2篇吧。就是它讲的就是重点就是在于说，妖精王饼干是替代风电手的一个选项。那资源区不足的时候呢，广安能够用风铃草来跳费，而且能够用动物饼干来保持手牌，这个都是辅助的一个体系啦。那么守护真相兔子，我个人评价是非常高的它能够在不管是减费率还是跳费率体系，都能够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抽牌的效果。所以总结来说，看起来这个把2费做效果的这个条件呢，它必须要能够去搭配到像是场景卡的联动，或者是其他饼干技能的联动，赶快把失去的费用再赶快跳回来以免自己的节奏被这种减费的操作而拖垮了。那在第9弹，到底这个体系能不能够赢过幻彩面粉饼干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啦。我想幻彩面饼干这个拔血量的这个还是有一个不可取代之处吧。但也蛮令人担心，幻彩面饼干的这个效果，如果持续在 meta 当中的话，或许一些比较强的3等或者是新弹的这些3等都没有发挥空间。就要来看看这个封建手3打3各追1的这个主力打手的位置能不能够站稳，让黑牛奶饼干能够进到构筑当中，不然可能就会是幻彩面粉饼干一直在绿色的 meta 主要的 meta 当中了。好啦，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我想第9弹的这个新的机制看起来它的一个效果是没有变化太多，一样都是减费率。我还蛮希望跳费率还有一些其他组件能够去搭配，跳费率真的是蛮好玩的。好像游戏的渐渐的加速，让跳费的这种体系如果没有更好的组件来跳费的话，势必它就是会被放在就是构筑之外的一个选择了。所以我私心还是会希望跳费还是能够有一些新的玩具能够加入到构筑当中。好啦，我是多虑，感谢今天大家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